增进认知，实现自由。朋友们，这里是老管解牛。海南自贸港封关引起热议，这会是类似当年小平在南海边画了个圈那样再造深圳式繁荣，还是会从一开始雷声大到后来变到像雄安那样无声无息的烂尾工程呢？那今天呢，老管就来做一个深入分析。在分析海南之前，我们先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分析梳理一下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它的经济崛起到底是靠什么？很多人说靠制度、靠文化、靠人口、靠地理位置靠科技创新等等。那评论区呢，经常有一些人批评我是人口决定论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得出来这个结论的。那今天我就再给大家深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理解了这个问题，再看海南自贸港，你就豁然开朗了。我先给大家看一张表格我要用这张表格统计世界 GDP 排名前101座大城市它们不同的类型属性。我把它们分成5种类型：交通枢纽型、政治中心型、矿产资源型、科技中心型、旅游胜地型。交通枢纽型城市呢，是指这座城市它刚好处于重要的海运或者内河运输或者陆路运输的枢纽位置，比如上海、洛杉矶、新加坡等等。那政治中心型呢，就是说它是国家的首都政治中心它可能不在这个交通枢纽上，但是它依靠这种行政权力中心来吸纳这个经济资源，比如说北京、首尔、巴黎等等。那矿产资源型呢，就是这里恰好就盛产某种特殊的资源比如沙特的利雅得、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卡塔尔多哈。那科技中心型呢，是指它四不靠可是它的科技产业创新呢非常厉害，比如美国加州的 San Jose Arizona 的凤凰城。那旅游胜地型呢，就是指纯粹靠旅游的这种大城市比如说美国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内华达的拉斯维加斯。那么现在考考你的常识思维，你来猜一猜，这101座城市里头，哪种类型的城市占比最高呢？哪种类型次之再次之以及哪种类型占比最低那给你10秒钟。我们来揭晓答案，占比最高的是交通运输型，第二高的是政治中心型，那科技和矿产资源型并列第三，那占比最低的是旅游型。好，那么现在我再来考一考你的常识思维，你猜这个交通运输型城市在这个世界前101名的这个大城市中，它有多少座？ A 90以上， B 70到90， C 50到70， D 30到50。给你10秒钟。有多少揭晓答案，选 B 70到90。那你看这个图世界前101座大城市里头有79座是交通枢纽，比如上海、深圳、广州、香港、新加坡、东京、大阪、名古屋、旧金山、洛杉矶纽约、波士顿、费城、悉尼、伦敦、汉堡、莱茵、鲁尔、斯德哥尔摩等等。有14座是政治中心北京、莫斯科、首尔、墨西哥、华盛顿、巴黎、马德里等等。那资源型和纯科技型中心各有3座，而纯旅游型呢就只有2座。那么再进一步来看呢，交通枢纽又分为海运枢纽也就是港口城市，那内河枢纽呢，也就是内河内湖的港口，那再有呢就是铁路、公路再加上航空的这种交通枢纽。那么你再猜猜，这79座城市里，海运、河运、陆运城市哪种类型最多呀？这个很简单那就是海运。你看这个图海运型城市在79座城市里头有43座，
占比达到54%，内核型有21座占比27%，那陆运型呢就占19%。那么在整个101座大城市里头，水运包括海运、河运一共有64座，占了接近2/3。那这个统计结果可以说无可辩驳地表明，经济发展第一重要的就是你的交通运输条件。运输条件为什么这么重要啊？稍微解释一下，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它本质是什么？它就是人们生产东西对不对？那所谓的经济繁荣，不就是指能够更有效率的、成本更低的生产出来更多的产品或者服务吗？那么怎样才能让生产更有效率、成本更低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各个地方所需要的这个原材料、商品能够快速、低成本的运过来、运过去，让各个地方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所以交通条件好、运输成本低，这样的地方它就必然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地方。那交通运输条件当中最有利的就是水运因为水运是所有运输方式当中最便宜的。陆路运输和水运比实在太昂贵了。你要知道，古希腊那时候，也就是2800年前，你要是在陆地上用牛车、马车运输粮食，跑100公里，这人吃马喂各项成本消耗就足以超过车上运输的粮食这些货值了。但是你要是用船从地中海西岸一直到它的东岸，运输成本只会增加到货值的不到30%。那你想想看，这差距是不是太巨大了？所以2800年前到2500年前，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就是希腊它正好处在地中海水运航线的枢纽位置。那到了今天，这个局面仍然是这样，哪里是水运枢纽，哪里就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你一听是不是觉得，那这个条件海南有得天独厚天然是个海岛，还有深水港，那不得经济腾飞吗？先别急，可不是看起来这样。因为你要经济繁荣你光有水运不行，你还得是枢纽。你要不是枢纽，你就算四面环海你也没用太平洋的海岛多了去了，那怎么都没有繁荣起来你仔细看看那些大城市他们都是连通四面的交通中心，是个枢纽。比如上海、深圳、宁波，一方面有海运路线另一方面还能够连接广大内陆的腹地要么是发达的公路、铁路交通线，要么就是深入腹地的内河水运航线，比如长江。那你再看海南岛呢，它是一个孤岛四面不靠，你不是一个枢纽，所以你就不可能发展的跟上海、深圳广州、青岛、厦门这种港口城市枢纽型城市它那么繁荣的经济状态。我今天一讲这个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估计又有人在评论区要说我老管是地理决定论扣上这个帽子了。但思维别这么线性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甚至国家的经济，地理位置、气候环境，这肯定是第一重要、第一基础性的先天条件你如果这个条件很差，8辈子你也发展不起来你比如说阿富汗，你觉得它什么时候经济能蓬勃兴旺起来？你没有这个基本的地理条件，你要谈经济发展前提都没有。那当然，进入信息时代以后地理条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有所下降未来长远看还会进一步下降，但是估计在几十年以内，这个制约还是很厉害的。有了地理条件，你还必须要有第二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你要有好的制度和文化。好的制度和文化无非就是指你要尊重契约、保护私有产权、鼓励个体自由等等这一系列的制度和文化。因为你要发展贸易要发展工商业你就得有平等的市场经济秩序，大家都平等，靠竞争取胜，你这样经济效率才能达到最高否则你有一些人可以凌驾于市场之上，你可以享受特权可以垄断专营，那你这个经济效率它怎么可能配置效率很高呢？短期看，坏的制度和文化会压制经济发展，好的制度文化会促进经济发展。而长期看呢，制度文化它本身又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什么样的经济形态，它最终会形成什么样的制度和文化。所以制度和文化
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长期内会发生变化的。你比如说2800年前古希腊再往前，那世界各地呢，它都不是民主制啊，都是集权形式的社会制度。但是到了古希腊，为什么却诞生了分权的民主制呢？它就是因为经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商业当时变成了绝对的经济主导，那商人群体占了社会的主导地位。那么这些商人啊，他就会建立一个基于协商治理的分权的社会治理体系，那大家追求互相平等啊，自然的你就会出现民主决策。那早在2500年前，希腊就建成了成熟的民主制啊。但是短期内呢，制度文化的变化又是非常难以出现巨变的，它有非常强的惯性。一套制度要改变，这涉及到很多既得利益者啊，既有特权者的利益调整。那尤其是今天，那集权者他还掌握了杀伤能力史上最强的现代武器，那这个改起来就太难了。最后呢，就是技术，那技术也非常重要，重大技术进步对社会经济形态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但是也要知道，技术进步跟艺术发展它有点类似，就是你越是富裕，经济越发达，你的技术呢进步就越快，而你越是贫穷，你的技术进步呢就越缓慢。那这也很容易理解啊，你每一项新科技新发明，在它诞生的早期，它基本上都是没什么用的那些尝试啊，那有的时候纯粹是好奇心啊，闲得蛋疼的一些尝试。比如说电这个东西，那一开始富兰克林大雷雨天放风筝，用铜线把天上的电给它引下来，那冒着生命危险来干这个事儿，那不纯粹是出于爱好吗？你谁能知道这个东西几十年后能够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人类社会啊？那要是在一个贫穷的连饭都吃不饱的社会，谁有时间精力去搞这些无聊的奇技淫巧呀？再有呢，就是要想保持技术创新，你就必须尊重个体精神。你管你是什么另类啊，相貌丑俊、肤色、性别取向，都尊重你的个体精神。那么众多被尊重的个体就会爆发出来强大的创新能力，因为每个人都被尊重啊，他就充满自信啊，去发展自己啊，发展自己的爱好特长，你自然创新就会层出不穷啊。当然了，如果人口基数大，那创新能力就强上加强了。那当然，关于经济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口，那我也在以前的视频里头讲了很多了，这里我就不赘述了。所以啊，综合来看，如果一个地方它处于水运交通枢纽，它就很容易经济繁荣起来，那人们富裕起来，它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工商业社会，而工商业主导的社会，它又很容易走向追求自由平等、契约精神啊这些价值观和文化，那建立起来平等的民主决策的分权型社会制度。而一个富裕的、那鼓励个体自由的、尊重个体的社会，它就更加能够激发创新精神，那更能够涌现出来新技术、新发明。那你看，这是一个正向的向上螺旋的循环啊。但是如果一个地方它交通条件很艰难，经济就会一直很穷，它就会沦为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或者是牧业社会。那这样的社会呢，它就一定会追求崇尚弱肉强食、强者生存的这种价值观，它一定会建立起来一个严格的压抑个体的等级制度，限制个体自由，给每个人都带上枷锁，它不可能出现平等自由的精神和制度。那经济呢，也会被一直压抑着发展不起来，那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向下螺旋。那有了刚才说的这些，再来看海南就十分清楚了。海南是中国南边的一个孤立的岛屿，那就这一点啊，你就海南不可能发展的像上海、深圳、广州那样，因为你货物要从中国出口，你不可能先跑到海南卸下来，然后再装船再往外出海呀。你也不可能进口的时候先跑到海南给它卸下来，然后再装船再装到内地来呀，你折腾干啥呀？那么这次海南封关这个自贸港的重大的这些政策举措，到底能给海南带来什么？能不能让海南发展成像香港、新加坡那样高度繁荣的经济体啊？那我们来进一步深入分析一下。首先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中国的这个决策机制，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叫
处长治国。那处长治国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中国所有的决策，它的拟定和落地执行，都是靠各个部委的处长们这个干部群体来具体干的。一个政策，它的研究论证都是处长们在做最扎实的调研分析写出报告司局级干部和这部级干部来做一些指导和修改这些人呢，他们本来也是从处长干出来的，通常水平呢要更高一些。那他们把报告交到最高层最高层呢往往会尊重这些专家意见再经过几轮学习讨论和反馈修改，最后就形成决策意见。那最高领导就在报告上画个圈执行就完了。其实做领导是很轻松的，有这么多优秀的处长们在连轴加班加点研究你只要大体上尊重他们的专业水平，你的决策就基本不会出大问题出了问题也能很快调整。但是呢，这个处长治国的体制，它需要在一个非常开明、允许不同意见的环境里，它才能够更高效、更良好的运转。你要是最高层始终强调要加强中央集权，那处长们他的作用就会大大下降了，他就没有办法影响这个如何做决策了，他们就只能去研究如何执行最高领导下的决策。比方说以前是这样一个状态，关于山上要不要种水稻这个问题，交给处长们去研究讨论处长们经过调研分析，最后提出了一个报告，说山上种水稻有诸多不利水稻还是要在山下的水田里种。然后呢，领导画个圈，好，大力发展水资源充沛的平原水稻然后安排处长们去执行。但是今天这个决策机制它不是这样了。今天是上面的领导一个决策下来，告诉处长们水稻要上山，要把荒山变成鱼米之乡处长们不敢提反对意见，他只能眉头紧锁，绞尽脑汁，积极研究怎样才能在山上种出水稻，怎样才能把荒山变成鱼米之乡。那最后处长们他就提出来具体的建议修梯田、建水渠、安装巨大的抽水机，把水抽到山上灌溉，那还要配套电力建设。那么在建设海南自贸港这个事情上，那处长们应该说又一次展示了他们的高水平。你能看出来在这些政策当中，他们为了把海南自贸港搞成功，一方面制定了非常精准的一些内容努力发挥海南的优势。那另一方面呢，对于那些不切实际的目标，他们也是努力的人为制造了一些政策优势强行硬上类似于要搞水稻上山。那海南有哪些优势条件这次是怎么发挥的呢？那第一就是热带旅游胜地这是它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赶紧出几个政策吸引人们到海南旅游消费那就搞零关税。那同时呢，为了鼓励商家搞免税商品又给中国中免等几家国有大公司办了垄断的经营牌照。那这些政策对刺激海南的消费旅游那是非常有利的这算是借力打力进一步发挥海南旅游岛的天然优势那第二个优势呢，就是海南它大体上还是处在国际海运贸易航线上的，它稍微偏一点，但是也没有偏太远所以呢，给国际航运船舶搞服务肯定有戏。那过往的船队你们都快经过一下我海南绕路也不多，海南可以给你提供加油人员的休息、物资补给甚至于维修保养等等配套服务。可是呢，干这个事情，国际航线上已经有很多非常成熟的港口了，比方说新加坡给过往船只加油、提供配套服务这都已经干了半个世纪了。那还有中国沿海各大港口都提供了这个服务好多年了那已经都很成熟了那你怎么让船队稍微绕一下去海南呢？那处长们就想出来几个招数。第一招就是提供免税油，从事涉外贸易的这个集装箱船到海南加油都可以享受免税待遇，那这个价格低好多这个吸引力是非常大的。因为对海运船只来讲，油费是它最重要的成本。那第二招呢，就是期级管理的税收优惠什么叫期级管理就是你在海南注册船运公司，把你的轮船登记在这个公司下面，那以后你的挂这个船上的这个国旗你就挂中国的。那这样呢，你就可以享受一系列重大优惠。哪些优惠呢？第一是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都只有 15%， 这直接对标香港。
第二呢，是你要从国内造船厂买的船，你本来你要交增值税啊，对不对？那现在你在海南注册，就视为这条船是出口了，那给你退税呀，那这一下子10%几的这个税就回来了，那2个亿的船一下子就几千万啊。第三呢，就是你从国外买的船来海南注册，给你免除买船的关税，这一块有20%多呀，这又是一大笔。那么海南这个旗级管理的政策优惠啊，是一个大招，它会吸引很多船舶、船运公司到海南来注册。那么买船或者租赁船舶的大笔的现金流，你就得落在海南呀。那再比如啊，你相当一部分船舶保险，它也会让海南沾光啊。但是呢，这个政策有个局限，那就是制度环境。你比如说熟悉了欧美法系的那些国际航运公司，他们就不大可能到海南来注册。为什么呢？因为在香港、新加坡注册，他们对于那里的海事法律体系啊都非常熟悉，都运行上百年了，非常成熟。你海上出点事故，你海事仲裁起来非常快捷呀。那你要是在海南，你处理起来那可能麻烦就会很多，因为你法律体系、制度体系都不一样。那这个呢叫软实力，海南啊一时半会儿是没法建立起来自己的信誉的。但是呢，它提供的巨大的物质诱惑，肯定能够吸引不少中国民营的船运公司啊跑过来注册，能节省大笔的真金白银啊。那第三招呢，就叫起运港退税。那什么意思呢？大白话解释一下，就是你从中国本来各个地方发货出口的货物啊，你要经过几个离境港口，比如青岛港、上海港、深圳港这些地方拼船出发离境，然后你才可以退税。那后来搞这个起运港退税呢，就是说你的货从武汉出发，那从上海拼船装货离境，那么你从武汉发货开始就可以启动退税了。那这能够给你提前好几个周拿到退税的钱呀，这个对于出口商来说是很有利的。但是呢，很多出发地港口啊，它不在上海起运港退税的这个政策范围里头。比如你从营口港发货，那你到上海港拼船出境的话，你就享受不到这个政策。所以呢，这些出口商呢，他们就跑到韩国釜山港啊，在那里完成出境，来获得这个退税。那现在呢，处长们给海南提供了一个政策，就是说以后啊，如果这些出口商你跑到这个海南去拼船啊，你不用去韩国釜山了，你就可以享受这个政策。但是我们知道啊，走海南的货啊，它本来就很少，所以它的这个运输效率啊，航线密集度啊就要低。你发的货走海南，可如果好几天你都拼不起来一大船，那你得等啊，那你就得损失这个货运的时间效率，那你将来的收货款不就会被滞后吗？所以呢，这个起运港退税政策，它实际上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第三个大的优势呢，就是航空货运的天然地理优势。你看这张航空货运图啊，海南这个地方正处在欧洲、东盟、澳大利亚这个庞大航运网络的中间位置，它是东盟国家4个小时航空货运圈的一个正中心啊。以前这个枢纽啊是新加坡，各国航空货运公司会把新加坡当做一个集散中转站啊，货物运到这里再分拨到其他地区。但是你看海南啊，它其实它的位置比新加坡还要好。新加坡的位置实际上是有点偏的，海南是处在最中央。那么为什么以前海南没能发挥这个作用呢？那新加坡却能呢？这是因为航空公司飞海南它不自由。那新加坡很早就开放了货运的第7航权。什么叫第7航权呢？就是把新加坡的天空啊彻底开放给国外的航运公司。一般来说呢，国家之间的航线管得非常严。你比如说悉尼到海口这条航线，你只能是澳大利亚或者中国的航空公司来飞，那你一个日本的航空公司你是不能来插手的。而放开第7航权呢，就是打破了这个规矩。那这意味着任何国家的航空公司啊，比如说日本的，你哪怕飞机不回日本，你也可以把海南当成它的海外基地，直接经营海南伦敦或者海南悉尼的这个航线。这个事情啊，在客运领域的带动效应会比较缓慢，因为你虽然海南这边你彻底放开了，但是还受制于对方国家是否同意。但是呢，货运领域通常各个国家管得没有那么严，因为为了让这个货物更加有效率的运转嘛。新加坡在这一块呢走得非常领先，
它很早就放开了这个货运的第7航权，所以新加坡就成了这个航空货运的国际枢纽啊，连接着日韩、中国北方、欧洲、澳大利亚。那新加坡呢，也因此带动起来这个地面的货物分拣中心啊、货物快速通关啊，甚至配套的再加工等等这些服务。那么这次海南呢，就单方面放开了第7航权，对于发展海南的航空货运来说是个巨大的利好。那理论上，它比新加坡更适合做这个枢纽中转站啊。那么可以想象，封关以后啊，海南可能会吸引越来越多的航空货运公司，把这个分拨基地设在海南。那大量的飞机驻扎在海南，那围绕着这个航空货运飞机一系列的配套服务，海南都可以搞起来啊。所以这次这个海南开放第7航权啊，实际上在国际上是领先开放迈出了一大步啊，是非常值得点赞的一个大动作。那这里还有一个事情啊，海南很有优势，那就是飞机维修业务，这会是一大亮点。世界上飞机维修的老大就是新加坡啊，除此之外呢，日韩也很厉害，但是这3个地方呢，维修飞机都是比较尖端的业务，那太昂贵了，他们的工程师也贵呀。那此外呢，亚太地区就是中国的厦门、广州、海南，那还有菲律宾。那中国有大批的工程师队伍啊，便宜啊，飞机又多，所以干这个活天然它就有优势。海南因为有海航啊，几十年的发展也积累了不少底子，所以呢，海南在这个方面是有比较优势的。那这一次呢，又加上免税的巨大优势，就是说你在这里采购飞机零部件都免税啊，这就让海南具备了极大的竞争优势。所以呢，再配合第5航权、第7航权的开放，海南的飞机维修业务，我估计会迎来很大的发展机会。那盘点下来啊，海南的天然优势也就是上面这3条了：旅游、海运、航空货运。那中国的处长们在这方面也是做足了功课。那为了发挥这2个优势，也真是下了功夫。有的政策你看到的非常到位，但有的政策你看到的明显就是刮不熟，也要强行扭下来。那可是上面这3个方面的优势发挥啊，它的经济带动效应还是有限的。它主要的影响集中于杨浦港、海口机场、三亚机场啊这几个核心的港口和城市，它的行业带动效应比较窄，无法对海南腹地的民众产生普遍性的拉动作用。那于是呢，处长们又开动脑筋搞了另外一个大政策。这个大政策呢，就是进口加工增值超过30%的免关税。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进口到中国的商品，你如果先把这个原材料或者半成品运到海南，在海南落地加工一下，如果这个增加值超过30%了，你再运到国内内地销售，就免征关税。你看哈，这原本不需要到海南卸下来再装船啊，再进口，这么折腾一回，这样的进口呢，会受到这个税收的吸引，而有一部分会跑到海南来折腾一次。那哪些商品呢？就是那些加工过程啊，它比较孤立，不需要很长的产业链配套。你比方说，你汽车进口，你肯定不行啊，你这个商品你的加工配套产业链特别长，海南没有啊。但是呢，进口牛肉呢，加工牛肉呢，那就可以了。你本来到上海，你要交10几、20%的关税啊，你现在先把它运到海南啊，加工一下，然后包装成成品，再装船到内地，那省掉一大笔关税。尽管增加了物流成本，但算算账呢，还是划算的。再有呢，就是进口的医疗设备啊，这些进口关税很高，那这样做呢也会很划算。你看这个政策是不是就是典型的水稻上山了？没有优势，要强行用政策制造出优势来。那这类优势啊，千万小心啊，它经常有坑。比如说，你辛辛苦苦在海南投资了牛肉加工厂，你刚开始运营没几年，结果中国和澳大利亚关税谈判把牛肉进口关税给免了，那你这个投资不全打水漂了吗？所以啊，这一块人为强行制造的政策优惠的优势，眼下看挺不错，但长远看呢，政策风险太大。最后啊，是海南的农业，那这一块啊，你不管这个文件里写出了多么花哨的这个词汇来鼓吹啊，你都不要轻易相信。因为如果你不允许农民搞自己的合作社，你的农业就不可能崛起。你比方说，海南原本是有很多热带水果，它的原产地啊，
但是你看今天所有的最优良品种的热带水果，那都是台湾研发培育出来的。那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大差异呢？就是因为中国不允许农民搞自己的农业合作社，台湾人家是鼓励这个合作社的。那合作社这种形式啊，只要稍加政策扶持，它很快就能发展壮大，农民就能富起来。然后呢，他们当然就会投入资金去研发新品种啊。那可是海南的农民现在一盘散沙呀，他富不起来，他当然也没有能力去研发新品种啊。那你靠那些农科院里头吃皇粮的人来给你农民研发新品种，10几亿人不也就出了一个袁隆平吗？那这个就不展开了。那对中国农民为什么这么穷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改天再聊。那总的来说呀，我觉得这次海南自贸港政策既有精准正确的内容，也有水稻上山强行扭瓜的这些内容。海南呢，应该说既不会像宣传中那么美好啊，能够比肩甚至取代香港、新加坡，但是呢，它也不会像很多博主说的那么糟糕啊，最终会像雄安一样烂尾。那雄安不一样啊，那所有的有利条件，特别是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它都不具备。那它还有一个非常糟糕的自然条件啊，我以前说过，那在这里要人为造出一座大城，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海南呢，还是有一些天然优势的，这次加上这些政策优惠，能让它把这些优势更加充分的发挥出来。但是我们也清楚啊，它有些政策是在强行扭瓜啊，有点水稻上山这个味道。所以大家在考虑捕捉海南的机会的时候啊，你一定要看清楚哪些是真的优势发挥了，哪些是搞水稻上山。那至于有的人说要不要去海南买房子捕捉这个机会啊，那我感觉这个呢，你就需要做更深入更具体的研究了。那有这个想法的，你可以循着我上面的分析，你去看看具体哪些地方它会因为这个相关的政策吸引青壮年人口流入啊，造成经济繁荣啊，比方说船舶服务啊、航空货运服务啊、飞机维修服务啊等等这些业务聚集的地方。那我对此还没多少兴趣，我就不研究了。那其实呢，把自贸港这么重大的系统性改革试点选在海南，我个人觉得呀是不理想的，效果是大打折扣的。有一个地方其实比海南更加理想，那就是舟山。舟山可是运用上述这些政策的最佳地方啊。那有深水港能够连接国际航线，那同时呢，它又修了这个跨海大桥，还有这个长江水路能够向内直接连到中国内地。它自己有制造业，有造船厂，那各种条件都是具备的。你选这个位置来做自贸港，那真是得天独厚。那今天给海南加的这些政策，如果把它们都放在舟山，那一定可以见证奇迹，再造一个小香港。那实际上10几年前克强总理他就选了这个地方呀，那后来呢，这个就没什么动静。为什么没动静？大家也都懂得啊。那总结几句啊，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首先要有自己的地理条件，然后要有不错的制度，能够做出来不错的决策，鼓励这个地方的人们啊，可以自由的去追求美好生活。那么人们就会把这个地方的天然优势给它充分的发挥出来。倘若你的制度在压抑人们这种追求，压抑人们这种自由，甚至你出台一些完全错误的政策强行推进，那很多时候呢，这些决策就会变成经济灾难。那好在海南自贸港这一次决策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非常不错的，那就让我们为海南人民祝福吧。好，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